丹麦位于欧洲北部波罗的海至北海的出口处，它是西欧、北欧陆上交通的枢纽，因此它被人们称为西北欧桥梁。因童话作家安徒生出生于丹麦，丹麦又被誉为童话王国。大约公元前12000年，随着气候变暖、冰川消退，人类从欧洲东部和南部迁徙到现在的丹麦北部日德兰半岛地区。公元前4200年左右，定居在这一地区的人类进入新石器时代，在石器时代的最后阶段，即所谓的匕首时期，丹麦碎石加工达到了顶峰。丹麦进入青铜时代后，该地区财富的增长促进了社会的分化。公元前500年后，青铜逐渐被铁器取代。在铁器时代，丹麦与罗马建立了贸易联系，除了常规的贸易活动，出海抢劫是当时丹麦的另一项收入来源。公元793年，丹麦海盗袭击了邻地斯法恩岛。当时英格兰官员误认为他们是商人，这些海盗便杀死了向他们征税的官员。自此以后，丹麦海盗对英格兰的侵扰规模越来越大。871年，丹麦海盗占领了伦敦。7年后，英格兰国王阿尔弗列德与丹麦海盗媾和，丹麦移民在英格兰东北部建立了丹麦区。从公元800年至公元1100年，被称为欧洲的维京时期。维京人凭借快速且适航的长船，统治了北欧的大部分地区。维京人此后成功打通了北欧到拜占庭帝国的贸易网络。维京人向东运输的主要货物是奴隶、毛皮和琥珀。为了便于贸易，维京人在沿岸建立了定居点，法国的诺曼底就是这一时期的产物。公元911年，维京人领袖罗洛成为诺曼底第一任公爵。与英格兰的丹麦人不同，罗洛的下属并没有将女眷带到法国，因此维京战士与当地女性的结合，促成了丹麦凯尔特混合文化的出现。在维京时代中期，也就是公元10世纪，丹麦国王哈拉尔一世为了纪念其双亲，并庆祝征服挪威，他在丹麦小城耶林一个教堂门口树立起2块墓碑，较大的一块石头上提到了丹麦走向基督教的过程，因此该石碑被俗称为丹麦的洗礼证书。哈拉尔一世是丹麦历史上最具知名度的统治者，他的绰号蓝牙，后来在瑞典电信设备制造商爱立信创制新的无线通讯技术时，被用来作为这套新技术的名称。关于哈拉尔一世的绰号来由，说法众多。一种理论认为，蓝牙这个名字可能是对哈拉尔一世卓越的交际能力的赞扬；还有人认为，由于哈拉尔一世食用过量蓝莓，导致他的舌头与牙齿都染上蓝黑色。在控制挪威王国后，哈拉尔一世将目光转向南方，为了不给正在崛起的神圣罗马帝国入侵丹麦提供借口，哈拉尔一世下令臣民改宗基督教。然而，新皈依的宗教并没有立即让丹麦人变成一个爱好和平的民族，他们继续为扩张领土而战，并征服了德国和爱沙尼亚的部分地区。晚年的哈拉尔一世看到丹麦日渐亏空的国库和因为外出侵扰损失的人力，他意识到以海盗行径维持国家稳定是不可行的，他于是减少了对外扩张。在神圣罗马帝国入侵丹麦后，蓝牙王下令修建了诸多圆形防御性工事。大规模的防御工事势必需要大量的劳动力，这引起丹麦贵族的不满。哈拉尔一世庶出的儿子抓住这个机会，声称拥有王国的部分统治权。哈拉尔一世的部队虽然在战斗中击败了斯维恩的军队，但哈拉尔却因身负重伤而离世。在政治上斩获颇丰的斯维恩，却在经济上遇到了困难。经过200多年的海外劫掠和贸易，维京人获得了大量的财富。他们已经学会了铸造和使用货币。当时来自阿拉伯帝国的迪拉姆硬币因在成色、币值上的优秀表现，而在维京社会广为流通。然而，从11世纪开始，阿拉伯帝国的衰亡带来了迪拉姆的含银量从此前的90%急剧缩水到5%。如何遏制白银外流和寻觅新的贵金属来源，就成为斯维恩必须要考虑的问题。因此，丹麦王国将不可避免地重新走上海外扩张之路。此时，在英格兰的维京人正处于威塞克斯诸王的统治之下。经过1个多世纪的和平相处，英格兰的维京人与盎格鲁撒克逊人之间的区别变得越来越少。然而，因威塞克斯王朝第14位君主埃塞尔雷德2世对维京人的劫掠心怀不满，
他做出了对英格兰的维京人实施种族大清洗的决定。斯维恩听闻姐姐一家惨死的消息后，发誓一定要让盎格鲁撒克逊人付出惨重的代价。公元1013年夏天，在精心准备了10年后，斯维恩发动了对英格兰的全面战争。这是丹麦维京人对英格兰发动的最大规模军事行动，甚至超过150年前的动员规模。在强大的攻势下，英格兰各个地区相继投降，唯独伦敦市民打算顽抗到底。但埃塞尔雷德二世的出逃摧毁了英格兰人最后的士气。到1013年圣诞节，斯维恩仅仅用了半年时间就实现了对英格兰的完全征服。斯维恩加冕为英格兰国王仅40天后，他便溘然长逝。巴兹胡斯维恩一世死后，他的丹麦领的由其长子哈拉尔二世继承，英格兰王国则传给其次子克努特。然而，克努特因无力控制英格兰，这给埃塞尔雷德二世卷土重来创造了条件。与此同时，挪威王国被前王族成员奥拉夫二世、哈拉尔松夺回。哈拉尔二世统治丹麦10年后离世，由于他没有留下子嗣，他的弟弟克努特成为了丹麦的新任君主。克努特对英格兰和北欧地区的政治、军事和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利用强大的丹麦海军力量征服了挪威，并将瑞典的一部分领土纳入了自己的统治范围。为了恢复对英格兰的统治，克努特采取了灵活的外交手段，与英格兰的贵族达成了协议。克努特一世的统治使得北海帝国成为了北欧地区最强大的国家。尽管克努特本人是北欧传统宗教的信徒，但他意识到基督教在北欧地区的影响力正在增强。因此，他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来促进基督教的发展。1035年，克努特的长子哈德克努特接替了病逝的父亲，成为了北海帝国的国王。哈德克努特缺乏父亲的才能，无法有效地统治英格兰。1042年，哈德克努特被迫放弃英格兰王位后，一系列的内战和权力争夺导致北海帝国分裂。丹麦直到1157年才重获统一。经过瓦尔德马父子的统治，丹麦迎来了为期1个世纪的繁荣。1219年，瓦尔德马二世为控制波罗的海贸易，他决定对爱沙尼亚进行一次远征。他想通过此次征伐使爱沙尼亚的异教徒皈依基督教。爱沙尼亚人看大军压境，便承诺接受基督教的洗礼。相传3天后，爱沙尼亚人突然趁着黑夜向丹麦军队发动了突袭。眼见丹麦军队即将崩溃，随军的隆德大主教在附近高地下跪，祈祷上帝保佑。天空忽然飘下一面红底白十字的旗帜，此时从天空传来声音称，当此旗高举之时，胜利将随之降临。于是这面旗子便被高高举起，正是这面旗子使丹麦军队反败为胜，并征服了整个爱沙尼亚。从此以后，每年的6月15日就成了丹麦的国旗日。丹麦军队在战斗中第一次升起来的那面从天而降的红底白十字旗，后来就成了丹麦国旗。如果说瓦尔德马二世的前半生是顺风顺水，那么他的后半生则充满哀伤。悲剧是从一次意外的绑架案开始的。一天，瓦尔德马二世和儿子在一个名叫利厄的小岛上狩猎，意外地遇到了德国的什威林伯爵。这位什威林伯爵因心狠手辣而被称为黑伯爵。原本瓦尔德马二世与黑伯爵就因领土纠纷而关系紧张，但瓦尔德马二世作为东道主，还是热情地款待了他。什威林伯爵海因利希趁着瓦尔德马父子喝醉之际，绑架了瓦尔德马父子。消息传出后，原本被丹麦征服的北德意志趁机发动了起义。瓦尔德马二世在被俘3年半后，答应了海因利希提出的苛刻要求。海因利希在得到瓦尔德马二世发誓绝不复仇的承诺后，释放了他。瓦尔德马二世回到丹麦后，组织起了一支庞大的军队。此时的瓦尔德马二世早已不再是所向披靡的胜利之王。瓦尔德马二世付出了一只眼睛的代价，也没能夺回失去的土地。不久，更加致命的打击再次降临到他的头上。他的小儿子在一次打猎的过程中被一支箭误伤而死。此后，瓦尔德马二世变得更加沉默寡言。当时，丹麦还没有一部统一的法律，瓦尔德马二世于是把所有日德兰的古老法律条例都收集起来，汇编成了《日德兰法典》。
这部法典公诸于世3天后，瓦尔德马二世就与世长辞了。瓦尔德马的文攻武治对日后丹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他编纂的《日德兰法典》一直到1900年才被废除。瓦尔德马二世死后，权力之争导致丹麦发生2起弑君事件。贵族与国王之间的争斗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丹麦中世纪晚期的政治。1282年，埃里克五世与贵族签署了一份宪章，这份文件被视为丹麦第一部宪法。事实上，这份宪章导致农民和地方政府丧失权力。此时，王国的债权人掌握了相当大的权力，他们迫使国王每年召开一次议会。做出妥协的埃里克五世仍未逃脱被谋杀的命运。他死后，他尚未成年的儿子埃里克六世成为了丹麦新任君主。直到埃里克六世成年，丹麦才恢复了绝对君主制。埃里克六世任期内对德国北部的入侵使丹麦负债累累。他死后，丹麦再次陷入纷争。经过8年的控位，新当选的丹麦国王瓦尔德马·阿特达格将统一丹麦作为首要目标。通过出售爱沙尼亚，丹麦收回了一些被典当的地区。1360年，瓦尔德马四世征服了瑞典统治下的斯科讷，丹麦由此再获统一。1年后，瓦尔德马四世又征服了瑞典的哥特兰岛。瓦尔德马对哥特兰岛的战争使他与瑞典和汉萨同盟发生了冲突。1367年，汉萨同盟梅克伦堡和荷尔斯泰因的王子以及一些日德兰半岛的贵族结成了同盟。4年后，瓦尔德马在施特拉尔松德成功获得了一份相当有利的和平条约。瓦尔德马的唯一幸存的孩子玛格丽特将丹麦带到了中世纪的鼎盛时期。玛格丽特一世通过政治联姻，她成为挪威国王哈康六世的妻子。哈康六世同时还是瑞典的王子。哈康六世死后，他与玛格丽特生的孩子奥拉夫成为了挪威国王。在4年前，奥拉夫已被选为丹麦国王。就在玛格丽特积极推动奥拉夫成为瑞典国王时，奥拉夫不幸病逝。之后，玛格丽特被推选为丹麦和挪威的摄政王，而对梅克伦堡的阿尔伯特统治不满的瑞典贵族也推举玛格丽特为瑞典的摄政王。玛格丽特和阿尔伯特的支持者之间的战争一直持续到1398年。玛格丽特的统治取决于他对继承权的控制，因此他收养了侄孙波美拉尼亚的埃里克。1397年，在瑞典卡尔马，埃里克加冕为丹麦、挪威和瑞典的国王，这标志着卡尔马联盟的形成。卡尔马联盟成立后，由于丹麦的压迫，1434年瑞典爆发了起义。5年后，埃里克七世被丹麦和瑞典王国的议会废除。1442年，埃里克七世又遭挪威议会罢免。埃里克的侄子克里斯托弗三世虽然之后被提名为联合国王，但他的统治对加强联盟作用不大。在他离世后，奥尔登堡王朝的创始人克里斯蒂安一世继承了丹麦和挪威的王位。他曾试图让瑞典重新加入联盟，但瑞典的起义一直持续到克里斯蒂安二世统治时期。1520年，克里斯蒂安二世击败瑞典摄政王的军队后，处决了80多名反对他政权的人，这就是著名的斯德哥尔摩大屠杀。大屠杀促成瑞典的独立，卡尔马联盟就此走向终结。日德兰半岛的贵族于瑞典宣布独立的同一年，将克里斯蒂安二世流放。丹麦和挪威的王位随后被授予了克里斯蒂安二世的叔叔腓特烈一世，这导致丹麦爆发了10年内战。与此同时，新教传播到了北欧。1536年，丹麦皈依了路德教。同年晚些时候，丹麦与挪威结成联盟，这使野心勃勃的瑞典国王难以忍受，这促成了北欧7年战争的爆发。瑞典人在一场寒冷的冬季的帮助下，占领了除了哥本哈根之外西兰岛的大部分领土。许多丹麦人对瑞典战争期间贵族的军事失败感到不满。丹麦议会于是支持国王腓特烈三世引入绝对权力，这对丹麦政治产生了巨大影响。在经历了数百年的战争、瘟疫和经济不景气后，丹麦迎来了80年的繁荣时期。丹麦凭借中立地位，在英法爆发战争之际，通过向交战双方进行贸易，获得了巨额利益。英国对丹麦首鼠两端的行为感到不满，于是对哥本哈根发动了2次袭击。英国对丹麦和挪威之间水道的控制对联盟的经济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
丹麦和挪威于1813年宣布破产。第二年，由于英国的进攻，丹麦被迫将挪威割让给宿敌瑞典。在1814年的维也纳会议上，主要大国决定了丹麦的命运。1848年欧洲革命后，丹麦人开始对国王的专制表示不满，人们想要一个限制国王权力的民主宪法，这就形成了丹麦第一部自由宪法。当时，施勒苏伊格、荷尔斯泰因要求脱离丹麦，加入德意志联邦。1848年，丹麦对公国的叛乱民众发动了战争，在俾斯麦的领导下，普鲁士立即做出反应。由于战败，丹麦在当年10月被迫将两地割让给普鲁士。战争结束后，凭借对英国的农业出口，丹麦迎来了繁荣期。19世纪50年代，丹麦修建了第一条铁路。尽管丹麦缺乏自然资源，但随着通讯和海外贸易的改善，丹麦发展了工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丹麦一直奉行一种非常有目的的武装中立政策，但这种平衡却处于危险边缘，因为该国在经济上与英国联系紧密，而德国就在其南部。由于德国并未将丹麦视为战略目标，因此丹麦在一战的损失并不大。战争结束时签署的凡尔赛条约规定，施勒苏伊格的一部分应根据自决原则归还丹麦。尽管丹麦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时就已经宣布中立，但是德国军队还是于1940年4月9日占领了丹麦。1943年9月，丹麦自由委员会成立，在其领导下，丹麦将其境内的大部分犹太人安全送到了瑞典。二战结束后，丹麦南部边界问题再次出现。1946年秋，在英国正式要求丹麦政府说明其对南施勒苏伊格的意图后，各方同意维持现状。与此同时，丹麦引入了女性王位继承制，这为玛格丽特2世于1972年的继位铺平了道路。1973年，丹麦成为欧共体的成员。同年，以色列与阿拉伯邻国爆发战争，欧佩克因此停止原油生产。为了应对低增长、高失业率、高通胀以及公共财政赤字，丹麦实施了固定汇率政策。80年代末，丹麦试图通过严格的经济政策，将国际收支赤字转变为顺差，但代价是造成了相当严重的经济衰退，即所谓的7年不景气。20世纪90年代，丹麦积极的就业政策减少了结构性失业。2004至2008年，丹麦再次出现繁荣，失业率降至3%以下，丹麦外债和公共净债务在此期间被全部还清。根据世界经济论坛2018年的全球竞争力报告，丹麦是全球10大最具竞争力的经济体之一，在欧洲国家中排名第6。2019年，拉斯穆森接替出任北约秘书长的安诺斯·福格·拉斯穆森，前者由此成为丹麦第40任首相。在之后举行的选举中，拉斯穆森败给了年仅41岁的弗雷德里克森。弗雷德里克森由此成为丹麦历史上最年轻的首相。2024年1月，丹麦女王玛格丽特2世宣布将王位传给长子腓特烈。